今天是要看什么最近看到席兰上了一支片，叫做《器官沟通》啊？器官也可以沟通哦。我觉得你还是要看一下，我甚至还借了这本书。西塔疗愈，它就是有借由跟一些造物主的对话，了解你的器官有任何的问题，去改善它，这样。所以这个影片是评价这个。对，席兰他把西塔疗愈这整个就是全部去了解了一遍，然后就拍了2支。他时间怎么那么多？大家好，是我王国强。我最近学会了这个东西，叫做器官沟通。最近我拜了这个人为师，他叫做安涅塔。我们来看一下我老师最近很红的这个贴文。他说，想要让皮肤上的霉菌离开，只要肺对霉菌说一声“你们该离开了”，立刻有效果。但是如果肺的信念是可以在一定的模糊空间内低程度的容忍别人，那肺就不会驱离他们，反而还会觉得霉菌很可爱。器官啊和器官是真的会沟通啊。那证明器官沟通方式的人还获得诺贝尔奖，他叫 Otto Loewi。在医学上最经典的案例就是脑干和心脏的沟通。脑干是透过像实体电缆一样的迷走神经撸连到心脏。以前医学界就知道用电刺激迷走神经会让心跳慢下来，但大家一直不知道脑干和心脏这2个相隔这么远的器官到底是用什么语言在沟通，就是 Otto Loewi 靠做梦想出来的。他在梦里想到实验方法，半夜醒来冲进实验室，拿2颗还在跳动的青蛙心脏，分别泡在菱格试液里。第1颗心脏保留了一段迷走神经，第2颗没有神经，就只是一颗光秃秃的离体心脏。Loewi 先用电流刺激第1颗心脏的迷走神经，心跳立刻慢了下来。接着他把第1颗心脏泡过的液体抽出来，倒进第2颗心脏的杯子里，结果第2颗心脏完全没有被电击。但在接触到这些液体之后，心跳也跟着慢了下来。这个实验直接证实了脑干的电流讯号到了神经末端会被转移成一种化学分子释放出来，这就是器官之间的语言。即使把物理连接切断，只要把这封写着讯息的化学信件送过去，另一个器官照样能读得懂。这个脑干用来叫心脏安静下来的化学词汇，后来证实就是 acetylcholine 乙烯胆碱。Loewi 后来因为发现了这套器官沟通的密码，与 Henry Dale 共同获得了1936年诺贝尔医学奖。他刚刚影片里面提到肺和皮肤啊，你说霉菌吗？对啊，它也是会那样可以控制？不会，皮肤如果碰到真菌啊，它局部的免疫细胞会直接释放cytokine来搬救兵，去清除真菌。这完全是一个局部反应，跟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说连皮肤踩到真菌这样子都要通报肺来指挥，这种演化机制早被淘汰了。所以器官会沟通是真的，但它不是靠意志力去发送心电感应，也不会在心里面觉得霉菌很可爱，或是试图去跟外部物质对话。负责传话的是细胞，而他们的沟通语言是实实在在的化学分子。老实说，像这样长期过寒的身体，加上信念上比较被动等待的，你们对抗肿瘤的策略是什么呢？然后这个肠道说，就是尽可能躲啊藏啊，把问题先埋起来，不要惊动，不去惊扰，等天降奇迹或者是有什么人大发慈悲来拯救我们。老师问他，这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肿瘤处置？帮我们拿掉肿瘤，然后积极暖和身体，同时心灵上要更有远目标，这样才能让身体活络起来。老师说，听起来像是手术加中医调理加正念建立。肠道说，是的但有种情况就不适合手术。甲状腺跟大肠会故意养小敌人来了解敌方的情况，什么成分之类的。如果被拆掉了，甲状腺生气会罢工抗议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最近呢，我正好看到这个研究，好像是这样说的啊，说这个大肠息肉如果割掉的话，可以降低大肠癌发生率76%到90%。然后一般呢，你去找到什么息肉呢？这个医生都会把它给切除掉了，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大肠癌呢都是来自于这一个大肠息肉，所以如果找到息肉的话，你应该把它切掉，为了你自己不去得癌症。一般医学上面好像是这么说的。对，这个席兰讲的没有错，就是最简单的原则，如果你大肠息肉发现了，就切掉。那影片说，如果切掉甲状腺囊肿，甲状腺会生气罢工，还说那个是他故意养来，然后了解敌情的那个小敌人，这完全错的。其实纯粹的囊肿里面装的只是液体，几乎都是良性的，那医生是根本不会随便叫你开刀。真正需要注意的是 thyroid nodule， 就甲状腺结节。当这个结节被高度怀疑是恶性，或者大到压迫气管，通常就会手术切除。那就算切除，它功能低下，每天吃1颗药就可以完全解决，所以根本不需要去担心它罢工。但是如果该处理不处理，然后每天想着跟它释放善意和平共处，代价就是拖到恶性肿瘤转移到颈部淋巴，病灶拖得越大，手术就越复杂。
放任它继续进展，最后甚至会远端转移到肺或是骨头。那这个明明就是早期预后极好的一个癌症，那如果说听信这样子的那个状况去拖诊，只会把一个可以痊愈的病，然后变成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重症。这个什么西塔疗愈，你知道吗？也许它很牛逼，我们应该来看一看这到底是啥。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是相信自己的直觉。透过这个课程，我更坚定地相信自己，因为他讲的重点其实就是信念创造实相。那你刚刚讲就是医学上真正的器官沟通是要透过一些化学分子嘛，还有细胞啊。平常就是有听别人说上了一些课程什么的，然后他们体感真的有比较舒服，就是疼痛啊，还有疾病都有减轻嘛。如果是你身为医生，你会怎么解释？其实像这种，如果你打坐，然后或是用一些方式啊、冥想啊之类的身心灵的课程，如果你觉得变舒服，然后疼痛减轻，蛮大部分啊是可以用 placebo effect， 就安慰剂效应来解释。那安慰剂它不是主观幻觉哦。当你强烈预期某些改变即将发生的时候，大脑是会主动去调整自己的生化反应。那最经典的就是2001年发表在 Science 期刊关于巴金森氏症的一个临床研究。那巴金森氏症的主要症状是来自制造多巴胺的神经元逐渐退化，让纹状体获得的多巴胺不足，患者因此会出现动作迟缓、僵硬还有颤抖。当时的研究人员只给患者注射了安慰剂，但是因为患者被告知这可能是特效药，结果在 PET 正子断层造影下，科学家惊讶地发现，患者的脑部竟然自发性的大爆发。影像显示，大脑的纹状体释放出了大量的内源性多巴胺，也就是说，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可能是错的。但当我们信以为真，产生强烈的预期时，大脑做出的化学反应可以是真实的。那这样不就代表那个意念疗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真的嘛？就有点像是我相信我会好就会好。就是信念创造实相嘛。那其实，在症状还有生理调节这一层啊，某一部分是真的。那但是到了病灶还有身体结构这一块，就完全不是。安慰剂效应它只是帮你打开大脑原本就有的调节开关，它没有办法无中生有。所以你强烈相信自己要好了，大脑可以帮你压低痛觉，然后是放松紧绷的一个自律神经，或是让剩下还能工作的神经元多释放一点多巴胺。但是不管意志多强，大脑是没有办法执行它本来就没有的程式。比如说已经死掉的神经元，它不会因为相信然后重新长回来。大脑也不存在靠信念就能杀死癌细胞的功能。安慰剂它可以调动大脑本来就有的能力，但是它不能替大脑新增不存在的权限。肿了起来，肿了差不多有2倍大左右。结果呢，他就去医院，然后这个医生和他说，你这一边长了骨癌，然后说他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然后这只腿呢必须要截肢了才行。这个瓦亚娜呢，他就十分的悲愤。但是有一天呢，他发现他通过自己的意念，让自己的癌症痊愈了。于是呢，他就发明了这个东西，叫做西塔疗愈。那么这个西塔疗愈它的原理是什么呢？简单点说，就是你要先冥想来进入一个专注的状态，然后让你的脑波进入到一个西塔频率的脑波。瓦耶娜说了，这个频率的脑波可以让你连接到创世主，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创世主的能量中去疗愈别人，还有疗愈自己。那个是一张 MRI 照片啊，那个看起来的确是高度怀疑可能是一个恶性骨肿瘤，但在医学上啊，我们绝对不可能单凭影像啊就跟病人宣布说他得了骨癌。真正要确诊，黄金标准是切片病理检查。然后这边提到西塔波，西塔波它不是什么神秘的宇宙能量，它是大脑在浅眠或极度放松时自然产生的一种普通脑电波。所以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都会出现西塔波。那它没有任何神力，更不可能去隔空杀死你骨头里面的恶性肿瘤。它号称它治好了一个小孩的唐氏综合症，不光唐氏症，那其实你知道治好唐氏症啊，在医学上它是天方夜谭。那唐氏症它是第21号染色体，它多了一条。那所以从受精卵开始啊，这个异常它是被写进全身几兆的细胞里面。所以要治好唐氏症，代表你要用念力，然后隔空把几兆的细胞里面它多出来的染色体啊，去通通抹掉。不光唐氏症，瓦耶娜还能治自闭症。他说医学现在没有治愈这个自闭症的药，但他发现只要进去请造物主把小孩的灵魂放回他的身体里，自闭症就真的会改善。同时关于自闭症，他还说我观察到另一种自闭症，看起来是体内汞太多造成的，我认为这些汞来自疫苗和母乳。然后他说给小孩子多喝苹果汁可以帮助排汞，然后命令造物主把汞处理掉，小孩就有可能被治好。汞是可以排的吗？汞可以排啊，可以用熬合啊。那他这边讲的疫苗含汞导致自闭症啊，这是在2000年左右反疫苗团体他们很流行的谣言。他们是宣称说疫苗防腐剂里面它含的汞成分啊会毒害大脑，
那这个说法早就被证实是错误的，所以他应该是当时听到这个说法，然后把它拿来当成他学说。那但我觉得里面最可恶是说他把病因归给母乳，因为自闭症它是大脑先天的一个发展障碍，那跟汞还有母乳完全无关。那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等于是对妈妈的一种精神暴力。就算真的是汞中毒，那苹果汁它根本是没有螯合或是排出重金属的一个功能，它从治病机转到治疗方式都是错的。对发育迟缓或是自闭症的小朋友来说，最关键的是早疗。那如果家长听信了苹果汁或是灵魂沟通，只会耽误治疗，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对，这是个神棍疯子，他还说小孩子可以把四肢给长回来。他说这个小朋友他可以把切断四肢长回来，这个是应该是他有养蝾螈激发他灵感啊。那人类只要他肢体缺失，他断端只会形成疤痕组织，那骨骼、血管、运动神经还有肌肉是没有办法进行二次发育的。你知道后来他前面讲的这个老师有回复他，然后我回复了一下，我说要不要让新加坡警方来和你接洽一下？因为像我影片里面说的，他这种行为很有可能就是违法行为。你没有医生的执照，但是你在那一边推荐大家有些时候不要去做手术，得了癌症的话，然后还在下面贴文里面加上那些词条，所以那些真的得了癌症不知道怎么治的人会收到他这些词条。看个人简介可以看到，你学了台北医疗大学生理学学分班 ，OK， 这个是你的个人简介。你上了中医学校，那你是中医了吗？这一年都在埋首研读中医，所以都没有开课但是你还是可以去报名的。你学了中医，不是，你就在网络上跟人家吵架你难道真的认为说会有哪一个中医跳出来护航说，只要靠中医，然后加上身心灵疗愈就可以很好处理囊肿化癌症吗？我是完全尊重个人信仰，所以你要研究、分享或陪伴，这都很好。但只要牵涉到医疗建议，甚至是关乎生死的疾病，我是真的觉得说必须要非常小心。那中医它的发展历史是非常久，那它不可避免要从最开始融合了文化、信仰、政治或是甚至是艺术的一个集合体，然后逐渐走向科学化。所以不要把在学中医当成被攻击时候的挡箭牌。那个人的言论跟你现在的身份或是正在学习的知识是没有关联的。那之前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拿西医的逻辑来论述，可不可以多讲一点中医呢？那其实这不叫西医的逻辑，这叫科学方法。那无论西医、中医或是任何科学的学科，都要经过相同的一个标准检验。在台湾，大家熟悉的清冠1号就是中医药迈向科学关键的标准化，它固定了复方成分，确保每批成品的品质规格一致，完成了标准化。下一步就是送进临床实验，就像奇力强心胶囊的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实验。这项收治了3000多名心衰竭患者的研究，在2024年登上顶级期刊《Nature Medicine》，证实了它能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显著降低患者首次因为心衰竭住院或心血管死亡的一个复合风险。所有的学科在科学前面一视同仁，研究者可以带着信念出发，但结论必须靠证据留下。其实科学和灵能者真正的分界，从来不是一开始的想法有多荒谬，而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执念交给客观证据检验。第一个记录出人类脑电图 EEG 的人叫 Hans Berger， 他是当时医学界顶天立地的学术巨擘，现代脑电图还有阿法波的发现者，被公认是脑电之父，更曾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提名。他当年研究大脑的动机跟灵能者一样，他想用科学证明心灵感应是真的。最后，他在1924年成功记录出了大脑电讯号，奠定了现代 EEG 的基础。但荒谬的是，Berger 直到晚年都深陷在心灵感应的执念里。这位脑电之父用最严谨的精神医学笔调，宣称大脑的电能与热能可以转化为一种精神能，并像波一样穿透空间传递思想。这就是科学最厉害也最残酷的地方，它根本不需要等待科学家本人清醒。科学只看一件事，你发现的东西，别人可不可以重复验证？他当作毕生信仰的精神能，因为始终拿不出数据，被科学丢进历史的垃圾桶。但他为了解释玄学而发明的脑电图，却因为可以被重复验证，成了医学上诊断大脑异常的重要工具。灵能者拿着 EEG 里面的 Theta Wave， 宣称能隔空致癌、改写染色体。这不是站在科学前端，这只是拿着科学的名词，带大家走回科学诞生以前的蛮荒世界。很多人常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但其实科学的尽头是明确能力的边界。所以，回到器官沟通和灵性疗愈的话题，你的感受可以分享，但当你开始越界，试图去替患者决定大肠息肉要不要切，胰脏癌该不该开刀，甚至去阻止发展迟缓儿童进行早疗时，你就不能躲在故事里。在医疗前面，能支撑医疗选择的不是导师，不是资历，只有证据。我觉得你自己看完就怎么样？他影片蛮好看的啦。你说对西塔疗愈哦？对啊。我觉得他这个里面是滥用的。你说有点过度滥用？
对啊，他这是滥用啊。他第一个把自己放在心灵疗愈里面嘛，然后第二个把它放在中医下面嘛。我觉得他手法应该是一致的。